兄弟们，硬派越野这种能带我们走得更远、爬得更高的车型，相信一定会出现在你的购车清单中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带来2台不同风格的硬派越野，一台是被誉为国产陆巡的坦克500，而另一台就是福特烈马荒地。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哪台更高、更硬、更适合你吧。来看2台车的设计风格完全不同，坦克500在设计方面显得更加沉稳厚重，大尺寸镀铬进气格栅搭配矩阵式 LED 大灯，车身线条更圆润，给我一种既越野还带点商务 SUV 的精致感。侧面的镀铬饰条再加上尾部的贯穿式尾灯，甚至轮毂的造型都更偏向豪华，而与之对应的就是充满美式硬派风格的烈马。相信很多人在这2台车中选择福特烈马，颜值一定是占了一定比例的。而且作为有历史传承的车型，这台车也保留了很多经典元素，比如圆形大灯、竖直格栅以及经典的硬派越野造型。当你第一眼看到它，你很难不被它那股纯血、敢野、可玩的强大气场震慑。而且和坦克500的沉稳不同，我认为烈马给到的是一种充满力量的压迫感，其中有一部分压迫感就来自于它原厂配备的35英寸大型泥地胎。这套轮胎让这台车在视觉上极具冲击力，重点是这台车相比于坦克500还采用了越野人非常喜欢的模块化设计，比如它的轮眉、前杠，包括车顶和车门都是可以拆掉的。敞篷越野这种爽度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。当然在数据方面，这台车也非常夸张，最小离地高度273毫米，850毫米的涉水深度，还有45度的接近角和37度的离去角。这些参数和配置也就意味着这台福特烈马有着比坦克500更强的越野能力。所以看完这2台车的外观和越野几何参数配置，你更喜欢哪一个呢？当然，参数始终是参数，硬派越野最应该出现的地方当然是野外。所以我们现在出发。如果是轻度越野，那对于2台车来说都没有任何问题。毕竟不管是硬派越野还是城市越野，核心毕竟都是越野。那么这次我们要选的地点就是砂石路、抛弹坑、交叉轴和爬坡这类的硬核路况。首先，这2台车在非铺装路面表现的都很好，震动被吸收的很好，完全不用担心。2台车在这种路面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但是在交叉轴上，2台车通过的从容度就有不同了，因为福特烈马是有3把锁的。不仅2驱就能挂锁，而且低速4驱的时候可以只开前锁，能看到差速锁几乎是秒介入，车身倾斜幅度很小，不用刻意调整，轻踩油门就能顺利通过。关键的是还带有前防轻杆断开，这让车轮有了更大的行程，能更安全的抓地，带来非常好的通过性。而坦克500同样能通过，但悬空车轮的打滑时间比烈马长，车身倾斜幅度也更大，需要稍微收一点油门再给油，才能避免车轮空转浪费动力。当然不是说坦克500不行，而是烈马的锁止速度和车身刚性在这种车轮悬空的场景下更从容。接着是陡坡攀爬，烈马开启延时模式加蠕行控制后，完全不用踩油门刹车，车辆自己匀速往上爬。重点是这台车配备背式灯3段氮气减震器，高速穿越场景也能从容应对，能把碎石路的颠簸过滤得很干净，方向盘几乎不打手，轮胎抓地力很稳，感受不到一点打滑。另外特别要强调的是，福特烈马的蠕行模式就像是给硬核越野装备配备的辅助驾驶。在这一模式下，车辆可以自主控制扭矩、变速、刹车，可以根据路况反馈来自动释放扭矩，分配4轮制动力，实现越野巡航。不仅如此，福特烈马蠕行模式可以在高速4驱条件下介入，同时又能实现2公里每小时超低时速运行。目前福特烈马是国内同级中拥有以上功能的车型，而坦克500没有专门的延时模式，只能在低速4驱状态介入蠕行模式，攀爬时需要手动控制油门，而且普通液压减震的支撑性稍弱，车身会有轻微的弹跳。坦克500需要驾驶者有比较高的越野技术并保持注意力。烈马的悬挂行程是硬优势，前悬挂254毫米，后悬挂279毫米，在深炮弹坑里，车轮始终能贴住坑底地面，就算压过凸起的岩石，底盘也没有蹭到的风险。坦克500的悬挂行程稍短，在较深的炮弹坑里需要小心翼翼避开坑底的大凸起，不然容易蹭到底盘护板。当然这里要说句公道话，坦克500在中轻度越野里减震更软，滤震更柔和，但到了这种极端炮弹坑，烈马的长行程悬挂加氮气减震就体现出它极限越野的深度优势了。
而作为硬派越野，我认为福特烈马比坦克500更好的一点是可玩性。首先，烈马